我在公司战战兢兢工作了10几年，老板的小三上位，当我老板娘，空降成了公司总经理。他嫌我年纪大，将我辞退。公司需要年轻人，新鲜血液。哪个公司的 HR 像你那么老气 ？HR 是公司的门店，不是你养老的地方。我问要不要交接 ，HR 只是个打杂的，是个人都可以做。我身兼多职，招聘考核、行政后勤、系统运维、体系审核，不知道还可以从哪里找到我这样的牛马。裁我，他算是踩到大动脉上了。公司出了大瓜，老板说公司经营了几十年，管理模式和人员结构老化，要快速适应市场发展，急需注入新鲜血液。于是，在所有人都无准备的情况下，空降一个年纪29岁的女经理当公司总经理。江巧丽确实像个女强人，踩着高跟鞋，化着浓妆，穿着紧身职业装，处处都透着职场女精英的气质。我们都心知肚明，江巧丽是小三上位，现在是我们老板娘。第一天开会的时候，江巧丽笑容友善，态度看起来十分虚心诚恳。我上一份 job 是在 Hong Kong 全球500强，职场环境跟内地有点不一样，稳定向各位学习，请大家多多指教。闻言，我不由得抬起头，跟旁边的同事对视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都看到了莫名其妙。听他操这一口蹩脚的方言，偶尔加着几个英文单词，有一种隐晦炫耀自己香港工作经验的自豪感，高质量地球女性的感觉。我尴尬的抠脚，哪门子的 Chanley， 公司的香港客户也没这样说话的。领导发言还在继续，接下来是打鸡血时间。江巧丽翘着白板上的发展规划图，慷慨激昂，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公司的普通一员，请不用特别照顾。如果不是王总极力请求，我也不会放弃香港工作，来你们这个小工厂的。王总就是她老公，我们老板自从把公司交给江巧丽后，他彻底撒手不管公司了，说是江巧丽管理经验丰富，高管出身，交给他很放心，让我们好好配合他工作。In the future， 我会带领大家冲上行业巅峰，争取1年成为行业领头羊，3年上市，5年敲钟。只有大家好好做好本职工作，公司不会亏待你们的。江巧丽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接下来，我们要重塑公司企业文化，塑造一个年轻狼性的团队。我一个机灵挺直了腰，跟满会议室干了10几年的老同事面面相觑，年轻狼性，我们可都是老家伙。江巧丽说，我们一群老家伙太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公司需要重塑企业文化，营造一个积极阳光的文化氛围。以后招聘就不招35岁以上的人了，年纪大，创新性和积极性都会大大降低，比不上年轻人有冲劲，还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动不动就要请假，拖累工作进度，这些不是我们公司想要的人。会后，江巧丽单独把我留下来，给我下达了一堆指令，都是在贬低中年求职者，一竿子平等的创始所有35岁以上的人。我听了直皱眉头，35岁并不老，正是青壮年，有经验有冲劲，想法成熟，这类人群怎么就成了他口里的中老年人了呢？35岁就被职业歧视要失业，那我都快40岁，是不是得死啊？我不认同，反驳道，江总，岗位的匹配主要还是看经验和技术，有些岗位经验和技术没有10年20年还积累不出来，像我们公司有些岗位经验低于8年都不考虑，这类人基本都35岁以上。我还没说完，江巧丽就打断了我的话，秦经理，我不是说你，虽然你年纪不小，从来没在大公司工作过，见识不多，大王总说你是公司老人，老实本分，我对你绝对没有意见，没意见，可一点都不像，他自己行间都在强调我老，见识少。江巧丽雷厉风行，这句35岁卡点不是开玩笑的，很快就有人撞他刀口上，做了他在公司立威的祭品。一个37的大妹子，性格比较内向，不爱打交道，上洗手间偶遇江巧丽，社恐的装作低头看路看不到她，结果就被点名批评了，同时3分亲，我不敢相信我们这里有那么冷漠的同事，冷冷冰冰，无精打采，年纪大的人都是有这点不好，缺乏活力。大妹子一直低着头，被他批得体无完肤。江巧丽似乎很介意自己被忽视，给大家提一个小要求，我第一次加入公司，很多人都不认识，见到我的时候，你们就很有必要做自我介绍，让我快速了解你，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请各位主管跟部门的同事开会强调。我满脸黑人问号，咋的了？难道在洗手间偶遇还要做自我介绍？ HR 领域从业那么多年，我是闻所未闻，但鉴于她是老板娘，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妹子脸皮薄，被她公开毫不留情打击后，第2天就辞职，我好说歹说都留不下来，单身无娃，一个人保全家保，主打一个不开心就炒老板。江巧丽还拿她做范本，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那样，不适应的就会被淘汰。我们这里不欢迎跟公司对着干的人，无痛辞退妹子一事变成了江巧丽第一个成功案例。接下来她开始亲自操刀裁员年纪大的员工，但她一直没有动我，甚至还给我增加了一个妹子分担工作，但这个妹子是她妹。我看了江子晴的简历，中专毕业，专业是形象设计，做过1年美甲，3个月美容顾问，5个月餐厅服务员，不会使用办公软件。我眉头皱的可以夹死苍蝇，几乎要吐血，无论是哪一点都不符合行政人事部门的用人要求，但他是关系户，我本给老板面子的想法，打算慢慢教，先理他安排最简单的工作。子晴，你跟我去做下消防检查和重害检查。江子晴踩着高跟鞋跟着我将5层楼厂房走了个遍，但全程嘟着嘴，不情不愿。
检查期间，他一直抱着手臂站在一边，不满地看着我干活，一点都没有帮忙的意思。当我带他去检查手害的时候，他直接拒绝，十分不屑。双姐，这些工作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是坐办公室的白领，又不是清洁阿姨，你做就好了，不要叫我，我也不是清洁阿姨好吗？Plus 1,000 troop rebirth tokens, Guibing Guild has been upgraded to level 2, a pale gold quality troop rebirth pool, Zhao Yuan exclaimed. Pale gold quality is above purple, and among the 5 major guilds of Qingyun town their troops are only of blue quality, and even then they are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blue spectrum. At this moment the Guibing Guild's panel is as follows. 也不看看自己有多少本事，江子晴缠着我教他做工资，但连最基本的函数公式都不会，我讲了7、8遍，他还是一头雾水，还怪我做复杂，刁难他，不就是加加减减吗？用计算器就行了，干嘛要在表上套公式？麻烦，不会就算了，还一点都不虚心，我没脾气了，让他去前台做接待。但江巧丽却对我这个安排非常不满，她把我叫到办公室，阴阳怪气说我排外，故意针对她的人事安排。江总，我们是视频制造企业，不管是质量认证、环境认证还是客户3方审核，重害管控是最基本要求，以此松懈，产品上哪怕出现一只蟑螂，对我们来说都是灭顶之灾。还有消防检查都是企业重之重的工作，这是关乎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工作，不是杂事。我有心让他学习。江巧丽百年连打断我的话，子晴在读本科夜校，以后毕业就是本科生，你怎么给他安排这么 low 的工作？公司 over 工资给他，可不是让他白领的，工作结果要对得起公司付的薪水。江巧丽可能觉得我欺负他名头不够响亮，第2天就将他妹提了个主管的衔头，并且安排在我座位旁边，还隔3差5的过来监督我有没有欺负他妹。江子晴有自己老姐撑腰，根本不符合我工作安排，甚至有时候还指挥我去做事，自己则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坐在工位上欣赏自己的美甲、网购、玩游戏，一点都没有职场打工的态度。到月出租工资表的时候，我可算明白老板娘的苦心了。江子晴的工资比我还高，泥菩萨也有脾气。我在公司干了10几年，去年降本增效，HR 部门只才剩我和一个开门的大眼，我成了光棍司令，一个人干4个人的活，招聘绩效、行政后勤、安全应急、系统运维、体系审核，全部都是我负责，但工资1毛钱没有加。他凭什么工资比我高？将本增效省的钱拿去养个废物，这谁服？我越想越气，当即去找江巧丽理论。江巧丽却一本正经跟我说，行政人事部本就是个打杂的部门，你10几年经验，就是1年打杂的10几次重复，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跟我讨论工资？他说江子晴年轻有活力，思维飘远，能给公司带来新想法，年轻人就值这个工资。至于我，他越说越不屑，哪个公司的 HR 像你那么老气？ HR 就是公司的门面，不是你养老的地方。子晴年轻，学习能力快，你就是怕他学了你的东西去，但是打杂的东西有什么好学的，都是没技巧的活。然后他苦口婆心，别有意味的暗示了一句，公司的平台可能限制了你的发展，我觉得你可以有更多的尝试，别把路走窄了。我可明白另外几个部门老大最近跟我抱怨对他洗脑的委屈了，我是 HR， 平时老板画饼甩锅和洗脑已经够多了，早就练就一身铜墙铁壁，他这是玩心理战，想让我愧疚辞职，没门。在这之后，江巧丽就将我划入她看不过眼人群里，一点点小事就搞针对。开会的时候明里暗里的映射我在公司养老没有贡献。这天周一刚上班，江巧丽就在公司群扔下一份红头文件，任命江子晴为 H2间行政经理。办公室的人都懵了，凑过来问我，双姐怎么那么突然？之前完全没风声啊，把你调去其他部门吗？我也一脸懵，调岗，这样直到主管吗？还是专员？此时邮箱传来一封邮件，发现人是江巧丽，我立刻点击打开，竟然是辞退通知书，上面写着我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公司予以辞退，即日起接触劳动合同关系，让我今天收拾东西离职。辞退的风还是挂到我这里了，而且还是单方面通知，我怎么违反公司制度了？我不接受单方面辞退。江巧丽干了很多无痛辞退的缺德事，对我怒气冲冲，闯进他办公室的行为一点都不慌，但我也早有准备，进会议室前先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我本职工作已经做好，也没有违反公司制度，我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要我今天走，请按照劳动合同法给我 N+1经济补偿，按照上年平均工资标准，我在公司工作15年，你应该补偿我16个月的工资，大约15万，请。江巧丽好像听了什么笑话，嗤笑了一声，跟我讲起道理来。公司规定，每人每天都要在朋友圈发一条公司宣传信息，或者分享自己生活的小确幸，为大家营造积极正向的形象，传播正能力。你身为 HR 经理，非但没有以身作则，监督大家做好这个工作，还带头不执行，你已经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公司是可以无偿辞退你。他还一张好人脸，建议我，你不是科班出身，不懂法律，我可以理解，建议以后好好学习。我惊呆了，瞬间瞪大了眼，一口气差点喘不上来。他可真懂法，朋友圈属于个人专属的社交空间，不发公司宣传内容，不属于拒绝工作安排，发不发自己生活动态，也是个人选择，公司无权强迫。以此理由解除劳动合同，根本就是毫无法律依据。我平心静气跟他解释，毕竟10几年的公司，他要提拔自己人，老板愿意的话，我没意见，但该有的补偿给到我，我也可以走得爽快。但江巧丽不同意，当场黑脸，恶言恶语，你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给公司内部带来不好的影响，你怎么还有脸和公司的钱？
当我是法盲吗？如果要闹到仲裁，违法辞退是要给2倍赔偿金的。江巧丽自信一笑，恐吓我没用，我是法律专业。什么法律专业？我早就在个人财网站上肉过他了。江巧丽在他老家最差的一间中专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毕业后一直在香港一家品牌美容院工作，什么世界500强高管，就是美容院的一个客服主管，压根就没有法律专业实践，连现代的大专学历都是那种有钱就可以读，再花钱买篇毕业论文就能拿到文凭的水学校，我仁至义尽。他想要多送我钱，我有的是时间等他磨，人家1他不给，就等着点2呢，我更欢迎，打定主意，我不再等他争论，让他快点找人跟我交接，我好马上滚。一边的江子晴笑得十分得意，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信心满满，打杂的有什么好交接？他拍胸脯道，你的工作资料电脑都有，看看就会了，有什么技术含量，是个人都会，难为公司给你这个打杂的，付了10几年的高薪，如果是公司其他同事，没人敢说我这个岗，可惜没有人提醒他。我很爽快，留下几个账号密码，办好离职手续，签好名，麻利的走了。他们以为是杂事，就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养老的幸福小确幸吧。回到家后，我第一时间就找 HR 朋友帮我介绍个经验丰富的律师。律师一看我整理提交的材料，都乐了，没见到材料那么完整，营业那么大的。对他来说，这个案子轻轻松松，我将此事全权交给律师处理，自己也乐得轻松，打算先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律师很快就提交仲裁，仲裁为组织的一场协商，江乔丽坚持我是不配合工作，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辞退，还编了份通报批评出来，表示所言不假，仲裁班的条例案例给他分析，最后劝我们个退一步。我比较好说话，可以做一些让步，我主张2人赔偿，但如果你配合，我可以退一步，赔偿金打9折，大家好聚好散，免去打官司的成本。但江巧丽咬死不肯松口，还说调解人员不专业，你为偏袒劳动者，他施舍我，本来我们就不用补偿，现在大环境不好，看来他是老员工的分上，我们可以酌情给2000元补贴，给他过渡一下。2000元是打发乞丐吗？亏他说得出口，连仲裁工作人员都惊呆了。最后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江巧丽扬手挺胸，放下狠话，如果你要告，我私奉赔到底，我宁愿多花点论事费，也不会让你恶意仲裁得逞，就是有你这种恶意仲裁公司的人，破坏了劳动力市场的名声，这种气焰绝对不能助长。他拿出一副职场正英雄的嘴脸来，颠倒黑白真正有词，我懒得跟他废话，反正到最后该要的钱我一定能要回来。接下来他应该先头疼别的事，因为1季度一次的消防大检查就要来了，没过几天，仓库主管老马发信息给我，说消防中队前罚了前公司10万元，前公司的消防和安全生产一直都是我在抓，按照消防规定，每月做好检查、登记和应急演练，我在的时候，各方面都做得规范，是本地区域的标兵企业，安全和消防部门遇到上级检查工作的时候，就喜欢拿前公司厂房做示范，而且是突击检查的那种。这次突击检查，江乔丽她们2姐妹打得措手不及，消防设备没有检查记录，灭火器过期没有更换，消防水带漏水没发现，逃生通道货物阻挡，这都是小问题。要死的是，江子晴觉得有一道消防门多余，叫人给拆了。据说当时消防队长脸都黑了，那些来检查标兵的上级领导脸色更难看。消防队的人把江子晴当场教育了一番，消防门要保持长闭，是为了一旦发生火灾，阻止蔓延，减少过火面积，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不是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仅不能拆，连长期开着都不行。你到底有没有常识？队长当场开了罚单，连同各项违规进行顶格处罚。江巧丽作为总经理，连同江子晴一起被交去了分管的安全办公室培训。而拆消防门这一壮举后被列入了当年奇葩违规案例中，在全区进行分享教育。江巧丽吃了大亏，一顿掏钱认罚和整改，她落了面子，把责任推到仓库身上，怪人家没有阻止江子晴拆仓库消防门，将老马通报批评一顿，然后以他导致公司重大过失为由，将他1个月工资全罚了，还要追讨他1年工资用来弥补公司损失。老马一气之下辞职，江巧丽开会的时候还沾沾自喜，大家都看到了，不好好工作，还害公司蒙受巨大损失，这种害群之马已经引咎辞职了。SO 以后配大家以后好好工作，只要一心为公司，以后升职加薪，公司会优先 consider。江巧丽把老马手下一个仓库小哥提上了老马的位置。老马的供应链管理和 PMC 生产计划排产都做得很好，这种多能人才去哪都吃香，即使辞职，他也可以跳槽去待遇更好的公司。至于那个升职的仓库小哥，只会简单的收发货和录入系统，对生产计划和用料一窍不通，经常打电话问老马什么物料放在哪个货架，什么包材放哪个仓库。仓库和产线经常出错，一团乱，客户退货都发生了好几回。老马在电话里哈大笑，我才不告诉他们，他们算是裁员才到大动脉上了。江巧丽处理完老马之后，终于想起我来，给我打了通电话，劈头盖脸就是质问，消防检查那么重要的工作，你为什么没有交代清楚？你到底怎么搞的？你故意害我们的是吗？我打开手机，将离职那天面谈的录音播给他听，听清楚了吗？江子晴确认已经学会了我的工作内容，交接完毕，而且离职手续你们都有签名交接。江巧丽胡搅蛮缠，疯了一样在电话那头咆哮妈妈，我懒得理他，直接挂断电话。江子晴嫌弃打杂，放不下身段学习，我有什么办法？
出了事只会甩锅和马后炮，有什么用？江子晴对安全工作一窍不通，最后前公司花了6000请了个安全主任专门做这一块工作，又请了3个仓库经理和主管代替老马的工作。没过2天，江巧丽又打电话来质问，这次是电子管理系统出了问题，公司没一个人会修复。他语气很冲的命令，你快回来修复好系统，把教程写下来。我对他权限和密码我都给出来了，至于怎么使用，江子晴不是说已经学会了吗？是个人都会做的工作，就没必要找我了吧，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江巧丽骂咧咧地挂断了电话，最后她联系了系统供应商，才处理完问题。为了维护系统稳定，不得不招了个 IT 坐班，月薪8000。江巧丽的公司改革还在风风火火进行，也不知道她从哪学来的成功管理学，将塑造一个年轻化的狼性团队进行到底，继续向上了年纪的老员工磨刀霍霍。下一个被开掉的就是快50岁的销售经理老何，他的意思是老何身为销售经理，长期迟到早退，出差在外就挪用公费跟客户吃吃喝喝，在公司就泡茶抽烟聊电话，拿着高兴过养老生活。老何据理力争，做销售就是要跑市场，在公司坐着，客户是不会自动上门的，而且客户需要不定期维护，江巧丽才不管，信心满满，高薪聘请了一个只有4年经验的销售经理，据说还是江巧丽的表弟。老何出于责任心，还想交接一下，但被一口回绝。新经理坐在中间新办公室里，带这种新晋高管的傲慢，下巴抬得高高的，扬言不必交接，客户的资料都在系统上，他们不怕丢失客户。老何离职也是不欢而散，因为江巧丽以他旷工有油，无补偿辞退，基本上公司超过40岁的江巧丽都毫不犹豫的辞退。还有一个是机修老师傅，公司有一条进口生产线，用的是国外的操作系统，全厂只有一个师傅会维护修理。事实上别说全厂，全社都没几个师傅会修，他竟然毫不犹豫的炒了，作死吧，不就是几个没文化的技工吗？学校里面的大把这样的牛马，年纪小工资低，不像那些老油条，只会混日子等退休。他交代江子晴，第2天去附近的中专学校招一个来顶替，这些工厂的活包吃包住，大把中专小黄毛抢着做。字里行间都是对制造业产业工人的鄙视，他是打心底看不起学历低的工人。我表示不理解，有人选择上大学，毕业后成为初入 CBD 的白领，有人选择学技术，在制造业做产业工人，本质上都是不同的谋生手段，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他凭什么看不起人？相反，很多制造业人才经验越多越吃香。很快，现实就叫他做人了，那条进口生产线坏了，他低声下气的找老师傅回去帮忙，老师傅拒绝，不好意思，新公司不给去竞争对手兼职。我在一边呵呵直笑，给他说大拇指，新公司是老何开的，现在他是我和老师傅的新老板。老何在这型木爬打滚多年，熟悉整个供应链资源和生产工艺，决定自己创业，我是他的1号员工。作为这行资深 HR， 我很快就给新公司办好各种手续和配备专业人才。老师傅从上家公司离职后，2个徒弟也跟着他跳槽过来。我联系了之前被他辞退的老员工，极力邀请加入老何的公司。现在新公司一半的人都是前公司同事，倍感亲切。江巧丽那边就不好了，他通过各种渠道都找不到会修那条生产线的师傅，最后从外地找了个可以飞过来坚持的，来回机票食宿，一天费用几千，这只是小钱，最大的损失是产线停产，一天损失超过10万，挤裁员才到大动脉上，是什么滋味？先好痛，我坐着奶茶，飞快地按着计算器，估算了下前公司的损失，忍不住幸灾乐祸。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交货时间，前公司被客户罚了10几万元。江巧丽打电话来威胁我，秦霜，你恶意挖墙脚，泄露公司 secret， 这是违法行为，是要赔钱的，你知道吗？我开的免提，让大家都听听一下。他尖酸刻薄的无脑咆哮，我懒洋洋答，江小姐，第一，择业自由，劳动者有权自己选择职业，进新公司的员工全部都是你辞退在先，不存在我挖墙脚行为。第二，他们既没有保密协议，也没有经验协议，去竞争对手公司工作，并不违法。如果你认为我们泄密，谁主张谁举证。我补充一句，建议你说这话之前，先翻一下劳动法和民法典。前公司在江巧丽的管理下越来越混乱，产品质量频出问题，人员流失严重，那些人前脚辞职，后脚就被我接收。江巧丽找不到工人，焦头烂额，终于放低了姿态，同意加薪20%让我回原公司工作，2人赔偿得到位。至于待遇方面，毕竟我一个人做4个人的活，加薪100%，我会考虑重新入职。电话那头，江巧丽咬牙切齿，大声把我见钱眼开，你重新入职就不存在离职的说法，就是没有 dismiss 你的意思，还谈什么赔偿金？神经，不谈金，我跟你谈薪，重新入职之后，工龄是要重新算的，我这笔赔偿金不要，以后他就真可以零成本辞退我。你江巧丽的德性，这种缺德是真的做得出来。讲真，我现在的工资是以前的3倍，我打算在这养老了，明天开庭，记得早点到。我的案子如约开庭，毫无悬念，我胜诉，赔偿金到手。江巧丽还说法院判决不公，要上诉，但没有律师接他这个上诉的案子，因为没有赢面，几千律师费根本不够看。之前遭江巧丽违法的辞退的同时，诉讼案子也纷纷提上了日程。他这波操作让前公司狠狠地出了一只大血，我高兴，请一群老同事去吃饭。这时微信语音哔哔哔的响个不停，我掏出手机一看，微信都被前公司生产部经理老赵霸屏了，乐子又来了，1年1度的 ISO 体系审核没过，老赵焦头烂额，如丧考妣，完了，我们要失业了。
以前体系审核的事情是我负责，组织各部门内审核外审，现在我不在，江巧丽就把这个事情全权交给江子晴来做。老赵本来还建议他请我周末回去坚持一下，先组织一次内部审核和问题整改，好通过审核，毕竟公司情况我最熟悉，但江子晴当时十分不屑，不就是各种检查吗？一样还是打杂的，是谁不会做，干嘛还请他回来，浪费钱。结果毫无悬念，他搞砸了，嫌公司全体人员面临停工。老赵跟我说话时都有些急了，有人员健康证过期了，他是行政负责人，竟然都没有把控到，及时提醒，几个批次产品溯源信息是错的，原材料过期没有销毁，重害管理几乎瘫痪，难怪他急。食品生产企业，任何跟食品安全相关的都是严重的问题，但赵子晴在审核人员面前还天真的反驳，只是过期而已，一张纸能证明什么？你看他健健康康的，最近也没有生病，又不是眼瞎，看不出来吗？不仅如此，仓库收发料登记错乱，产成品无法追溯，仓库出现过期原材料，合格供应商名录里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企业，不一而足。赵子晴心大得很，不耐烦的回应，谁吃个面包还追溯原材料？猴年马月生产，怎么追溯？顺着网线吗？无聊。仓库有过期原材料很正常，又没有变质，只是原材料做成成品后又没有人知道，吃不死人，谁吃饱了撑着，关心这些事。至于其他的，文件记录错误，系统错漏，生产线有老鼠食等等诸多大大小小问题，在他们眼里都是小问题，大概3、5产品无良商家的心理就是他这样的。江巧丽两姐妹在审核人员前就靠一张嘴来解释各处漏洞，反反复复都是强调只是小问题。其中最戏剧性的是，检查现场的时候，一只老鼠堂而皇之得在车间溜过，审核人员当场给个结论，审核不通过，体系证书不予续期，而负责人江子晴狠狠淡定，今年不过就明年再申请，我们有技术有产线，又不会影响生产。江巧丽也同意的点头。听完老赵的话后，我都目瞪口呆了，真是个颠簸。前公司是个食品代加工厂，全靠第三方品牌的代加工生意，连最起码的食品质量认证都没有，每个品牌公司敢把订单给你做，老赵是该着急，但最着急的不是他，得知前公司体系审核没有通过，所有大客户都暂停了合作，一夜之间90%的生产线停产了，工人无工可开，被迫无偿放假。江巧丽和江子晴这时才知道事态严重，然而他们第一时间不是想怎么挽救，而是杀到我现在的公司来讹钱，他们气势汹汹，前台小妹妹根本拦不住，疯了一样对我一顿口水狂轰乱炸。为什么审核那么重要的事你不交代清楚？你给公司挖了那么大一个坑，造成巨大损失，所有损失你要弥补，否则我要追究你刑事。都替有病吧，想钱想疯了，还刑事责任。她们两姐妹眼神犀利，咄咄逼人。若是我这个大妈没有见过世面，真是要被她们给辅助了。当我是第一天初出牢笼的小姑娘吗？我从办公椅上站起来，双手叉腰，教训的比他们还大声。江女士，我离职的时候已经跟你再三确认，交接完毕。离职之后，贵公司的任何工作安排和经营状况都不是我的责任的。身为一个食品代加工企业，配备专业的体系管理人员，这是常识。你身为公司总经理，是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贵司审核不过，丢失大客户，你是首要负责人，没点常识，还好意思说自己的职业经理人？两姐妹被我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毫不精彩。我又用原话奉还，而且那些工作都是杂事，是个人都会做。江女士怎么不会了？江巧丽被我气得七窍生烟，赤赤呼气，指着我的手指都在颤抖。江子晴态度强硬，自信的认为公司损失是我没有交接清楚造成，要找律师来告我，让我身败名裂。我发了个白眼，好心提醒，听说你们停发工资，让员工无限期放假了，这样是违法的，因公司原因停产，你们应该照常发工资，超过1个月的，以后每月也要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江子晴女士，你是 HR 经理，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闻言，江子晴倒抽了一口气，妆容精致的脸一阵扭曲，不信地说，我什么都不懂，没有上班就想要工资，那是蝗虫吗？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工资当然是按出勤发放，你当我是白痴吗？他不是白痴，但绝对是个法盲。我油盐不进，听他们一本正经的讲完所谓的法律规定，最后让保安轰他们走。在现场之后，我拿出手机，飞快地编辑了一条信息，亲们，根据工资支付条例，用人单位原因造成的停工停产，用人单位应正常发放工资和购买社会保险，具体可参相关法律条例或咨询劳动局。我批量发送，人手一份。几十号工人同时去劳动所告前公司，引起了劳动所重视。了解完情况后，立刻上门现场督促单位如常发放工资，将巧丽屁都不敢放一个，将面前欠的2个月工资补全了。他管理公司像佳佳一样，没把公司搞上市，半年不到的时间几乎把公司干倒闭，他也是个人才。我根本不明白那个快60岁的老板为什么还那么放心做甩手掌柜，让他当这个总经理。茶歇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同事聚在一起八卦，有同事翻着白眼猜可能是真爱，但据知情人士说，老板听闻后中风，被家人及时送医院，才没有留下后遗症。老板差点跟江巧丽打起来，但江巧丽又哭又委屈，说审核人员故意刁难他，竞争对手收买了审核人员，停工停产不是他的错。至于工人集体告公司，是人的素质问题，不懂感恩公司给他们提供了工作岗位，不肯跟公司渡过难关，都是白眼了。钱老板竟然信了，然后亲自给我和几个骨干员打电话，这次他打感情牌，笑呵呵的说什么我们工作了10几年，有感情，
让我回去时帮忙带一下江巧丽姐妹工作，我们都很有默契的拒绝了。祸不单心，他们给一个国内知名大品牌代加工的食品，被一个大学生吃出了老鼠头，把这个大品牌挂上网，瞬间冲到各大品牌热搜，客户罚的钱，公司好大一笔钱，货款没接完不止，还道歉，客户几十万，前公司的名声彻底臭了，剩下的几个小客户也终止了合作，前公司面临倒闭，老何乘胜追击，跟这些客户取得联系，将订单都拉到了新公司，新公司快速步入正轨，订单多的要两班倒，等老王知道后，前公司发展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他现在每天一睁开眼，钱就是流水一样花出去，厂房租金、人员工资、仓库压制的成品、原材料，处处都是钱，为了填补这个大窟窿，老王不得不把积蓄全用来补这个大窟窿，一夜回到解放前。然后他还继续用江巧丽两姐妹当高管，还在迷恋于他世界500强的光环中。据说江巧丽撒娇哀求，不满地强调自己本是香港 Top 10的国际企业高管，只有总经理位置才能展现他的能力。老王现在娇妻的话，总经理继续当，结果死得更惨。短短几个月时间，前公司出了几次工伤和食品安全事故，光是赔钱就将老王赔成了负资产。而江巧丽依然对安全生产不重视，生产线上死了人，她作为第一生产责任人被判了刑，才知道害怕，法庭上还叫嚣赔钱摆平，法盲真可怕。而我在老何的带领下，带着一群老家伙，在创业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全问完解。